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目前呢，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税战呐，就是持续还在拉高态势哦。昨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要对中国大陆加征到125%，因为川普好生气啊，说你怎么可以回击我呢？那现在总加起来哦，累积现在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税率是已经达到了145%哦。虽然川普喊停了75个国家，然后这个对等关税是可以延后90天嘛，那但是呢，白宫官员就讲到说，这个中国大陆不是最后是125，是总共145哦。那中国大陆在昨天也是猛烈的反击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的说法：美国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终将以失败告终。我要再次强调，关税战、贸易战没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也不怕打。好的，我们看到他的说法哦，就是我们是不会害怕的，就是不愿打，但是也不怕打哦。那昨天看到大陆的猛烈措施哦，包含了国家电影局就讲说，接下来要减少美国电影的进口数量，而且商务部也讲了，就是奉陪到底这一句话。你如果要谈的话，大门是敞开的，但是你要打的话，仍旧是奉陪到底哦。所以这句话我们已经听了非常多天，代表说中国大陆的态度丝毫没有松动哦。那再来，这个很多经济学者在讲说，这个取决于这个关税适用的范围有多窄或是多广。整体而言，如果加到3位数的关税的话，其实将会切断多数的贸易，它的意义性已经不大。不论是125还是145或是200哦，其实就大家觉得说不合成本，就不会再做这个贸易下去了嘛。WTO 也在预估接下来中美贸易商品贸易恐怕会减少80%，也会波及到全球的这个世界经济的前景。那 CNN 在讲说，这个北京不让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呢，觉得美国没有谈判的诚意所以不仅准备反击，甚至要打算透过川普发起的贸易战来强化自身的地位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习近平现在是始终不理这个川普嘛，那川普现在是不是开始自己演起独角戏他一直在讲说我要等你们的电话，可是没有人要打电话给他，因为大陆官方已经说了，像你这样的野蛮人，我们是不会打过来的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川普的讲法，他讲说，到底会不会来等习近平让步呢？他说，其实中国大陆多年以来就是一直就是在占我们的便宜所以中国大陆是最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个你看他现在回应媒体接下来对北京的下一步，他又讲说，习近平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认为我们终究会找到对于双方有利的做法我很期待所以他到底是这个什么样的心情，就开始自己一下硬一下软，自己开始演起这个独角戏来了。那还有呢，就是一些知情人士透露，其实这一场仗看起来川普是不是已经认输了、认怂了嘛？他私底下承认关税战会害经济衰退他说他只是不想要大萧条再现，所以呢，他现在就是赶紧喊卡，这个世界这75个国家还可以再来谈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世界是平等的佛里曼他就讲了，他现在又写了一篇新的专栏，就是川普在关税上反复横跳可以出一本认怂的艺术啦，就是川普跟内阁就像是一群小丑一样，既然请了小丑来了，我们就看马戏团吧。我和美国的同胞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小丑们指的就是川普跟内阁官员。那就连这个福斯的记者，福斯最挺川普的，他都讲说，暂停关税就表示这是白宫投降了。他说，我先声明我不想要这么说，但是现在不得不这么说。他说他是一位爱国者，他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呢，他根据他所听到的一切消息来源，这代表白宫已经是投降了。那再来我们看看为什么白宫会投降呢？可能跟这个中国大陆出的这几招有非常大的关系
美债因为现在传出来被动摇了嘛，所以这个避险天堂啊，已经传出了末日的氛围哦。华尔街日报讲说，因为现在美债呢被大规模抛售，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一度从上周的4.4%已经飙升到5%哦，这是市场上面的这种动荡啊，是非常罕见的这一波的这个抛售行为。因为通常啊，假设市场不稳定的时候，大家就会避险到美债避险，但没想到美债竟然这次不是避险的状况，在美股大跌的时候，通常是反向指标，美债会涨哦。可是这次竟然是被大幅抛售哦，所以他们讲说，天哪，这是一个末日情景啊，将会动摇美国的全球金融强权地位。而且呢，这个美国的垃圾债单周是流出了3000亿的这个史上新高纪录啊！传出来，这是中国大陆的高层下令要抛售500亿美元的这个美国公债哦。那剩余持有的美债大概是7100亿左右，也会逐步出清哦。那美债如果失守的话，美元的市场将会崩溃。如果美国的联准会财政部联手都护不了牌的话，接下来恐怕会引发系统性的风险。美元美国将会面临到这个破产的风险，那美元的价值就会大跌。而且呢，现在美元指数已经跌破了100大关，也是2023年7月以来的首见。更不用说还有一个消息让大家觉得可能是让美国更恐慌的一个消息，就是呢，北京传出要把这个存放在美国的2262吨黄金运回这个北京跟上海啊，所以开始全面的就是抽手的话，你美国经得起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吗？所以是不是习近平也掐住了这个川普的命脉，让川普得要认怂了呢？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那个黄金只是代保管而已啦，那个跟市场没有关系啦。那至于中国传出卖了500亿美元的美债啊，这个对市场也没有影响啊，因为美债一天的交易额是1.5到2兆啊。所以500亿算什么呢？我跟你讲，真相是大家都在卖了。这哪里是中国在卖？对冲基金也在卖。那触发点是日本有一家，因为他本来看多美债，他做60倍的杠杆，结果那家公司破产。所以而且我跟你讲，现在最麻烦的是，在川普改口之后，就是暂缓90天，结果美债继续跌。毫无止跌，他那天不是造成股票都大涨吗？结果美债还在跌，对，这个才是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末日景象了。对，因为比如说美元对日元就已经到了143啊，所以这个就表示我们美股的危机了不起，就是民众没钱嘛，美债的危机就是美元的危机啊，所以这个当然影响更大啊，而且美股的交易一天大概6000到8000亿，美债一天是将近2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避风港现在大家跑到欧元啊、日元啊、瑞士法郎啊，就不来你这里啊，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川普要解决真的非常困难因为他事实上他本来的想法是，我就用个关税嘛。让你吓到，逼你来跟我谈嘛，那大概可以逼你来买点美债吧，帮我解那个围啊，因为他6月6.5兆美元的美债到期，那你一定要换长债啦。我看我们台湾就要当冤大头了啦，因为今天杨金龙在立法院都承诺了，我们现在才80%啊，还可以再加嘛，大概就是台湾是全世界最笨的国家啦。因为它是看跌，而且你要买长债，那个利息可能非常非常低啊。那你的外汇存底就放在那边就冻住了，你失去了那个灵活使用的空间。但这个时候川普的危机就到了，为什么呢？因为这75个国家我帮他算一算榨得出油的没几个了。因为有钱的国家都没有表态所以这一波能够榨出油的就是日本、韩国、台湾。你去看其他的嘛，欧盟、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中国大陆都不表态所以你说日韩台你能榨出多少油啊？
印度你炸得出油，我才不相信呢、那种老油条的国家你炸得出油，所以我跟你讲啊，他这里会大失算。所以你也不要以为那90天不会变，因为他炸不出油啊，他搞不好又变了。他会紧张啊，你知道吧？因为那个美债的跌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他就是被贝森特说服的，因为贝森特是华尔街出身的，贝森特现在在华尔街已经没有朋友了，哇，事实上90天也不是川普想出来的，是他的大金主华尔街的 Bill Ackman 想出来的，结果隔了5天成真啊。他本来不敢同意啊，所以你就不知道他是兵败如山倒了，他真正的对手就是美国的金融市场，那个90天已经可以证明说确实可以操作股价。当然了，因为本来这个股票在跌，喊出90天以后股票涨，后来确定说没有那个90天以后股票狂跌，所以当天的冲刷就250多点，那时候已经破历史记录，所以就确定了这个90天可以操作股票，所以川普就在那个开市前3个小时叫赶快买进股票，然后开市中间的时候就大喊就宣布这个取那个终止暂停键延长90天。所以那天对冲基金不知道赚多少钱。那天那个 SPY 的期权大涨21倍，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操纵这代表就是因为已经实践证明说这个90天可以操作股价，对，所以他们的这一群金主可以当天捞不知道多少钱，这个厉害因为你知道有一些操作不见得成功但是那个90天确实成功了。那当然是最好捞钱的机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他们是合演了一场戏就把那个钱捞进口袋里面，当天不知道捞了多少个亿那个捞到肚子里面，这很坏这个人类间最坏的就是这一群黑心的商人黑到这个程度。我个人的推断是这样子了我觉得大陆事实上是在朝跟美国彻底脱钩的方向在走，而这个整个架势越来越明朗了。这个就显示出习近平当初的一个决断的正确性。现在他在中国大陆的声望就更加的升高，也就是说，大家发现说，确实美国西方的国家是不讲道理，也就是说，你只要有他卡脖子的地方，他就把你弄死。那因此呢，要完全的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这条路，然后你自己建立起一个全世界的这种自由贸易体系，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要以中国为首，以中国为核心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因为中国不会采用这种关键技术去卡别人脖子。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和平共生嘛，合作共生的这种哲学价值，在这次证明中，中国是有最大的吸引力。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这个论点是很难得，在一个仇中反中的媒体，他的一个资深的记者他们所分析出来，而且是在法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所判断出来的。也就是说，他们刚开始认为在中国的国内有一些不同意习近平完全脱钩的人，现在他们都服气了。他们觉得这个是这种战略眼光，真的是令人佩服。那也就是说，大陆已经在朝跟美国完全脱钩，那技术上已经几乎可以达成100%的脱钩了。也就是科技这个部分可以跟美国就脱掉了。现在的情况是要在货币上是完全脱钩，那么贸易上也要再脱钩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以中国大陆来说的话，他们现在的银弹是足够的，所以他们可以给他们的中小企业，原本卖到美国去的这些中小企业，他们有转单的一个支撑。换言之，也就是说，他们这个钱已经准备好，就是你们可以用，例如说3到6个月的时间，把你们原来卖到美国的地方，你们转到别的单去，这些钱原本你的这段的负担，中国大陆政府来补贴。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义乌已经反映出来了，很多的外媒记者到义乌去探访，然后他们已经发现，他们早就在做转单的一个准备，所以他们卖到美国的比重一直在减少中。而卖到中东、卖到其他国家的比重在增大，那这代表什么？代表大陆他们很早就在准备这一场跟美国的一个贸易战。我个人是认为说，美国想要等到中国大陆给他们的电话，我想等吧，你等不到电话的，除非你自己改变，你自己打电话过去
大陆要接的难度也很高。你看当时这个拜登打了多少电话啊，求爷爷告奶奶，我们在这节目也讲了很多次了，等不到就是等不到。那你现在你川普你要等电话等不到，你要自己打电话要人家接，我觉得你要做出很多的事情来，做到对方满意为止，他才会接这电话。好，来请教监长。这个最近我们听到说，这个美国抽中国125，以至于现在所说的145，你第一个感觉说，那这两国不就完蛋了吗？昨天这个川普在白宫接受记者访问，有一个女的记者问他他说你抽这么高，根本就是禁运啊，你就不要来了嘛。然后川普怎么回答的呢？我也想说，哎呦，我好好奇川普怎么回答？川普说，习近平是很聪明的人，我跟他很好，我们两个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共同解决的方法。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他的目的，而且你看到现在，你就会知道。川普所有的关税就是一把刀子，他就抵在你的这个脖子这里，如果你不照我的做，我就这样砍下去。好比说他开始公布的这个叫对等关税10%起跳，对不对？还有75国可以高到将近50%，那我们台湾是30%，那一听到想说完蛋了。你想想看，那个时候如果你是属于10%的这个群组，你是不是觉得哎呦幸好我不在这里边？然后隔了几天又延后了。这90天，所以台湾突然又回到了10%的群组，你会不会觉得说，哟好，我们真的又活过来了？真是这样子吗？按照 WTO 对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平均关税超过5%的都不多。好比说我们台湾是1.7%，欧洲是2.7%，英国是3.3%，川普现在是10%起跳，他等于抽台湾6倍，就你不是说对等关税吗？我们是1.7%，他抽我们10%，将近台湾的6倍，每一个国家都是好几倍，你知道吗？然后现在你觉得说，哎呦，好像还蛮好的，只有10%，那是因为他前面把你狠狠的吓了一跳。川普有写一本书，就是那个叫做《交易的艺术》，他就讲说，你这个东西所以一开始你给他一个很大的压力。他说这个东西我只要卖100块的，我告诉你我要500块，你不买500块我就怎么样，最后谈了半天你谈了这个250，就觉得很好。其实他原来只想卖你150，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将来我们去谈判的，包括我们去谈判的代表，他给你90天干什么？你知道？谈判，他没有结束那谈判他会做什么？要求你买这个，要求你做那个。好比我举个例子，他说你这个 GDP 要3%去买这个军火，你说不可以，我关税大刀就起来了。你今年买了3%，明天说你要提到3.5%，你又说不可以，他又来砍你一刀。他随时随地，他那个刀举起来就是要听话，所以说穿了他的目的，关税大刀就是一个，叫你乖乖听话。民进党愿意一辈子听话吗？今天才看到一个叫墨西哥，连一个水源说可能是卡到美国了，川普也说，如果你不放开，我就提高你关税。他什么都可以，你知道吧？目的就是叫你听话而已，他才不是什么关税呢。一开始听话就一辈子要听话下去。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看现在目前中美厮杀的状况大陆的民族情绪是整个燃起来了。在网络上面还有这一段横空出世的经典台词他们就讲到了美国现在在他们心中可能就像这个台词讲的一样。我们来看看。应该说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可它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要欺负你，让你就想对他大喊一声 No。这可能现在就是很多大陆民众心中的声音就是已经受不了美国这样子，还就是用鼻孔看人，好像觉得趾高气扬的样子让整个大陆的民众非常的生气那还有呢，大陆很多的店家已经在门口贴出来了，就是抵制美国顾客还要加104%的服务费，甚至有的说服务费要到250%。那为什么呢？他就说如果不了解就去问你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所以这个代表说已经在民间也蔓延开来了。那还有呢，他们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出口美国的话，他们现在甚至有一些物流推出，从
杜拜来转口到美国，就是可以想办法，就是把你的成本压低哦，不避开这个104的这个关税。那还有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媒体啊，像《纽约时报》就在讲哦，就是川普一直这样子狂轰滥炸，对全亚洲哦，这个应该是说全世界啦，都是狂轰滥炸的贸易征税，但是反而促使呢，在全球贸易动荡当中哦，不敢做决策的企业越发坚信中国大陆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择，因为中国大陆相对美国就比较稳定哦，所以他们就决定继续坚守在中国大陆，这反而是一个反效果，就像北风太阳啊，你在那边狂吹北风啊，结果反而把大家给吓跑了。川普想要打压中国大陆哦，呼吁中国大陆要这个撤走，结果呢，反倒跟他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的结果，甚至连川粉哦，一些铁粉哦，都有点害怕。华盛顿邮报就讲说现在因为川普持续加码对华苛征关税的胁迫，让他们有点苦不堪言，因为他们有些人也是跟这个大陆需要做间接或直接的生意哦，他们在讲说这样子搞中国不好吧，所以现在他的癫狂哦，已经让他支持者都有一点怕怕的。那再来，大陆则是积极的去美化哦，我们看昨天就颁布出来，就好莱坞现在恐怕要头痛了，因为大陆反击这125%的关税，就是马上开始减少美国的电影进口哦，也让这个大陆的民众现在开始用抵制的方式，我就不要去看美国的电影，我不要去买美国的相关的商品哦，甚至出现了这个退订潮啊，就是反正我任何买美国商品的、买美国订阅服务的，我就开始全面的退订啊。那还有呢，这个。大陆也开始积极的去美元化，因为北京正在建构一套这个反制的武器库。随着贸易出口管制的黑名单频繁使用，可以看得出来北京已经正在对准高端技术的美企积极的去美元化，来强化使用人民币跟这个周边国家进行这个用人民币兑换的这个国际化进程。而且呢，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现在也跟拉美也是在拉近距离哦。拉美跟加勒比海的国家联盟，他们有一个峰会嘛，在洪都拉斯举行哦。那他也是这个致电祝贺，就说现在这个代表全球南方的力量崛起。欧洲呢也是赶紧跟中国大陆就再次通商进行一些相关的通话跟磋商包含了李强、冯德莱恩他们通电话，王文涛也跟这个欧盟执委会主席有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视讯通话，所以希望能够赶紧这个展开电动车价格的承诺谈判那外媒现在开始在打赌包含了美国的媒体、法国的媒体他们就在猜说，到底这一场仗他们开始压住了，到底是这个中美这个川习川谁会占上风呢？那结果他们在讲，光是用这个政治上面来看因为其实他说习近平具备有打持久战的优势，原因之一就是他执政的这个状况是目前不需要考虑选举的问题如果说谁会扛不住那习近平比起川普一定是可以扛更久的时间。那还有我们看到了，现在美国又开始恐吓各国，川普又警告虽然给你们这个90天这个暂缓但是呢，你们如果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我就要恢复那么高的对等关税。那贝森特也跳出来在讲说我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大家就跟我们做朋友，跟我们当盟国然后我们用集团的方式来对抗中国。那甚至呢，他们还点名了这个西班牙的总理就说你怎么可以现在说欧盟要改变对中方的态度呢？也让中方非常的生气那还说要威胁把中国大陆的一些企业赶出美国的这个证券市场。那还有人去问到说你接下来你这个关税政策对于中国大陆是不是要诱使中国大陆陷入不利的状况？结果被拍到了这一幕贝森特露出了一脸坏笑然后被截图下来，大家想说真是一肚子坏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我觉得贝森特大概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差的财政部长吧，我从来没有看过程度这么差的你现在把中企赶走，中国大陆大概拍手鼓掌都叫香港上市我们准备买香港证交所的股票怎么会有人蠢到这样呢而且他讲的都不符合事实。比如说西班牙跟意大利本来并不赞成欧盟反制美国就欧盟后来表决就过了你怎么不去斥责西班牙跟意大利欧盟已经通过反制关税了25%
只是也缓90天呐、啊。对，那欧洲给你报复，结果你给人家缓90天，你怎么不去加码？就有很多迹象就已经凸显出，你根本就 hold 不住嘛。你找这75个，我跟你讲啊，所谓的第一梯队这15个，就是稍微有肉的国家啦。讲白了就这样嘛。其他60个，川普根本连一点兴趣都没有。你看他跟越南谈了半天，有拿到肉吗？他同意越南是什么？我愿意加到零关税，那我承诺每年跟你买200亿美元，那我们都各自那个去除这个非关税贸易障碍。你这对美国一点帮助都没有啊！他要的就是 cash， 给我钱呐、啊，要么就来投资美国，要么给我买美债，就是这样嘛。所以事实上这75个就只有那15个有价值啦，我讲白了啦。然后接下来川普就会发现这15个国家能榨的油也非常少啦，因为主要的中国跟欧洲加起来 GDP 就35兆啊，你怎么弄啊？日本才5兆啊，韩国1兆多，台湾8000多亿，那其他还有谁有油可以榨、啊？讲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说大家不要相信这90天一定会如约啊，大家不要太相信这90天了、啊。他说变就变的一个人哦，所以如果有人什么要赶这个急单啊，要去买原物料啊，你小心一点啊。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美国越把关税当成一个工具啊，你不听我话我就砍你，你不听我话我就砍你啊！我要这个东西你不给我就砍你。我觉得美国只会让自己越来越孤立，因为大部分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很恐惧、很生气，但是有些是敢怒不敢言。可是问题是，共同的特点都是怒、气、恨啊，然后非常的不满。对，但有些有勇气起来对抗，有些有一半的勇气说你如果对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但是有一些是最没有勇气的啊，就是跪地求饶的，像日本、韩国，还有某一个啊这个没有脊椎的啊，在那个昆虫那样的啊，那种就是没有骨气的人。好，但是问题是你会发现大陆的一个做法很简单，就是扩大这个贸易伙伴，也就是一直在推自由贸易的方式在走。跟日本、韩国在谈自由贸易圈的问题，这次马上要到越南去进行国事访问了，还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就是东盟的轮值国主席，而且已经提出来了，东盟+1的这个3.0版已经开始带出来了，也就是彼此之间再把关税下降，而且要推的是什么？都是本币交易，用人民币跟当地货币完全去除掉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对欧洲也传出好消息来了。这是很久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也就是这次冯德莱恩跟李强的通电话，彼此之间有共识，反对美国的关税，然后主张回到这个联合国的 WTO， 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中欧之间的贸易有关于电动车的问题，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往正确的方向谈了。什么叫正确方向？就是说各退一步，那也就是中国大陆卖到欧洲的这些电动车。要有一个底价，那个底价就是一个坎，你例如说你不能够低于5万还是10万欧元，类似这样子，所以现在在谈的是底价不能够低于这个钱，因为他们欧洲人害怕中国的车太便宜，那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可以接受的啊，也就是假设我在中国制造一辆车3万块，我卖到你这边4万块，我赚1万，但是你说底价就要5万的话，我就赚2万。那我从2万开始赚起，那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是可以接受的啊，但是比较不好卖而已。也就是说你要跟欧洲车的竞争会比较强，那你要看你其他的周边的服务跟售后服务能不能做得很好嘛，还有融资能不能做得很好，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汽车贷款啦。但是问题就在于朝这个方向走，就比税还要合理了嘛。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如果谈成的话，那中欧的贸易障碍就拿走了，因为中国会对欧洲的猪肉啦、牛肉啦，还有就是烈酒啦，这个贸易全部都拿走。你看谈得很好。那另外一个南方共同市场，大陆也在推。南方共同市场里面有个例外，就是阿根廷。阿根廷跟川普很好，但是
南方共同市场的巴西已经告诉阿根廷，你是市场的成员，你不可以单独跟美国谈，所以他已经退出来了，不跟美国谈了。好，我们来请教舰长。我最近看了很多，大家都在担心这个关税战嘛，大家就依据2023啊、2024啊彼此国之间的贸易出超啊、入超啊去计算这些，如果关税战打起来会赚多少钱？其实真正的现实世界不会这个样子。我举个例子好比说去年中国大陆出超到美国3000亿，那今年我们好比说美国加征它20%就好。那你想想看，3000乘上20%，就是说今年我们就可以从中国多拿600亿这个关税过来，对不对？这是数字。那实际状况会这样子吗？不会这样。为什么？就好像2个城市中间有一个桥，平常你是完全开放自由通行的，每一天通行的车辆有1万辆。有一天市政府开个会决定说，我们这样子每天开来开去，我们收个钱好了，1辆收100块，1万辆，那这个一天就可以收100万嘛。你实施看看。一实施完毕之后，原来我开车过桥我不开了，我坐公车好不好？我坐火车好不好？原来我绕远路一点，我就为了省这100块，就是你一旦抽税之后，那个数字就不是这个数字。所以美国想要说抽20就会增加600亿，那是不可能。这是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真的要去想一下美中这样子争霸打这么凶谁会胜？我讲以下3个东西，大家去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专业的程度。而不是刚刚这个上面有讲一个说，这个习近平因为没有竞选，所以他这个比较能够撑得久。我觉得那不是关键，关键在即使换习近平，他的政策不会换，你知道吧？因为这些人所有在中国大陆处理这些财务，他就一路上来。那美国这个体制是什么人？昨天还在大学任教，嘣就可能来负责了；昨天还在某个智库做什么事，嘣就来负责了。这些人外行，那。中国大陆这些都是专业的官僚一路上来，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理性你去参看一下。我这样发现，如果我们今天在做一个商战，我不知道这2个人谁输谁赢。我走进来看2个董事长坐在那里有一方在那里暴跳如雷，一直骂对方，然后另外一方那个人只是静静的坐那里。我可以告诉你，即使你在外行，你也知道那个成竹在胸的要赢了。那现在中美，你看习近平跟川普。谁不理性？谁一天到晚换来换去的？谁暴跳如雷？这第二、第三个，我刚刚说这2个都有点主观意识。还有第3个，你可以判断的就是股市。股市是所有叫做财经这里面最敏感的一个区，你知道？那个很多因素决定它，但是你看中美谁的股跌得大，大概谁就居于弱势。提供这个3点给大家参考一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我们看一下川普投顾我们看到美股的暴跌暴涨原来背后是有川普投顾在操盘吗？让好多人都可以这样子逢低抢个低，然后再追个高吗？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竟然有证据，川普自己还拿出来炫耀，我有一段影片就讲说我朋友们都赚了钱赚了25亿我们来看看，太超过了。This is Charles Schwab. It's not just a company; it's actually an individual. And he made $2.5 billion today, and he made $900 million. That's not bad because he's in financials. I've always been following. 对，这让大家觉得很傻眼那赚钱的就是他这一位朋友叫施瓦布那他其实是朋友兼投资人，哎呀，所以跟这个总统当朋友真是好棒棒啊。那所以这个时机点不是巧合，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大家讲说，哇，这根本就是内线交易嘛。很多参议员就讲说，应该要把它查清楚因为川普呢，他发文大概4个小时之后就宣布他讲说，现在要冷静是进场的大好机会。然后这个发文完，就宣布对于75国征收关税，这个缓征90天所以让美股就强劲反弹，死猫跳然后连那个纳斯达克指数也飙升了12%，创下2008年以来
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哦。所以这个参议员就认为说，这行为很可能是涉及内线交易啊，还有市场操控哦。这国会有责任要立刻展开调查呀。那现在因为他们在讲说，国会是不是到底有没有权利来否决掉川普的这个关税呢？那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那他们现在就讲说，如果进入到了白宫的话，川普会动用否决权，就是谁都不可以阻挡他，就是对大家实施关税大棒的这个权利哦。但是是不是会有一个反效果，让反川的这个声浪更高？那再来，现在人家讲说这个。马斯克不是好几天一直在批评纳瓦罗吗？就让这个川普跟他之间好像不再像前一阵子那么形影不离了。就有人去问了这个川普啊，就说这个马斯克现在跟你这边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来听听看川普这一番话。Elon's done a fantastic job. Look, he's sitting here, and I don't care. I don't need Elon for anything other than I happen to like him. But I'm telling you, this guy did a fantastic job. I don't need his car. I actually bought one. 所以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呢？就是说，他也不是很需要马斯克，只是碰巧喜欢他，所以感觉让人家听完之后。觉得话中有话呢，是怎么样？这有点怪怪的。因为前一阵子马斯克就在讽刺这个纳瓦罗嘛，吵得很凶哦。但是呢，艾克曼就刚刚这个亮哥也有提到的，艾克曼就已经有提出说，是不是缓征90天了？结果果然缓征了，艾克曼就大声叫好，就说精彩绝伦、教科书级的这个示范呢。然后连马斯克也跟着写上了一个100分的这个符号来阐述心声。感觉上面这个100分是不是也有一点好像马斯克又想要的有一点对川普示好呢，还是如何哦？那但是呢，现在马斯克已经成了这个各国的箭靶。现在据传他有可能会在6月来到前退出这个川普政府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现在目前白宫哦，其实他们内部核心的成员，也就是说这个关税贸易谈判的主帅，好像换来换去哦。现在大家觉得说前一阵子听到的人跟现在听到的人也不太一样。去年11月是卢特尼克嘛，他是贸易沙皇哦，然后被提名为商务部长。那后来呢，这一阵子就是这个对等关税这件事情哦，主导的则是纳瓦罗。不过呢，到了本周三哦，出来代表着美国政府在白宫召开记者会的，又变成了贝森特啊，所以看起来好像已经是逐渐换成比较不像是纳瓦罗那么鹰派的角色。贝森特到底现在会怎么样呢？市场上面是说希望贝森特能够 hold 住不要再换回纳瓦罗来主导了。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全球的反美潮已经是展开来了。华尔街日报讲说，其实美国服务业的出口可能会成为这个就是接下来关税反制的目标。因为川普他只看商品的出口，以商品来看的话，这个美国是进口了3.3兆的商品也算是250年来贸易赤字最多的一年。但是你没有看到服务业的顺差其实2000年开始呢，大概是770亿美元的顺差，但是到了去年是2950亿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准确来说是货物出口的顺差，但是服务业是逆差，也就是美国是靠服务业在赚钱，你都没有算到这一块搞不好接下来各国会反制这一块那果然现在不光是服务业的反制，连美国的商品也遇到了这个逆风很多欧洲国家，像是这个瑞典法国、欧洲他们都开始在脸书上面组群组动辄就是大概8万人10万人这样的规模来抵制美国的商品。就连德国都有64%的人说接下来会避免购买美国的商品甚至开始大规模的在退订 Netflix 还有 Disney 相关的这个频道那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不好的消息那还有华尔街现在也很忧心这种反美情绪。摩根大通就讲说，果然最近跑掉了不少单子，因为再怎么样都只想跟自己国内银行往来也不要跟美国来往了。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其实这个不是对摩根大通有意见而是对美元没有信心对不对？其实你刚刚讲那个投资人那个 Charles Schwab， 那是嘉信理财的老板他手上的客户资产10兆美元赚翻了。所以赚9亿美元算什么？所以我觉得还合理啦，还好啦。给小补一点，小花生peanuts 这个我倒觉得是内线交易调查比较重要啦。
倒不是这个，嘉信理财就是刚好买进股票就隔天全部都涨了嘛。大家要查的是要查刚好是内线交易，就是谁在那个打电话的那个几个小时前对，进场买了 SPY，就是 S&P 的期权呐，涨了21倍。现在民主党那个加州的参议员他已经要调查了嘛，那个 Alan Schiff 啊，他已经要用调查委员会啊，对，这个非常不道德啦，哦，那也要查一下川普财富基金有没有进场，还有那个 Kushner 那个 Affinity Partner 有没有进场？他们会用自己的这个名字进场吗？不是，它是一个基金嘛，不是他上班。对啊，但是他还是挂他们的。对了，可是你的时间那么巧的话，就会约谈嘛。我不知道啦，反正很多人都这样质疑嘛，哦，那甚至川普还推荐大家去买他的自己公司的股票，对啊，DJT 啊，对，投顾，他自己写出来啊，不是啊，他有一家公司啊，对，我说他是川普投顾。我认为未来是这样啊，现在我觉得川普现在是他的内阁也有不同意见啊。我坦白讲，我认为这一局是被纳瓦罗搞砸了啦。因为原来按照那个米伦的计划啊，他那个计划是川普任期4年内让每一个盟友虽然不高兴，可是慢慢的去适应，共享美国的代价所以是慢慢的。比如说关税，米伦本来定的就是10%，可是纳瓦罗不是这样想的，因为对米伦来讲，他是要解决美国贸易逆差啦、美元高估啦这一连串的金融问题，纳瓦罗不是，纳瓦罗是要报复中国，对，所以他就把中国跟友岸外包视为他最大的敌人，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拉高关税，就是拉高中国啊、东南亚啊，还有台湾嘛，而且拉到了根本就超乎人家可以接受的程度嘛，所以我认为川普整个计划是被纳瓦罗搞砸的啦，因为整个华尔街就觉得，你怎么这样搞啊？而且后来还出来说，我算错，真是有够丢脸的。我并不认为川普有那么蠢啊，他是接受米伦的计划没错，就是说要拉你来美国投资啦，国防预算要增加啦。多买美债啦，然后我课你关税，你不可以报复，你怎么可能课人家32%，人家还这样逆来顺受，不可能吧？你举的32%就逆来顺受，就只有一个地方，好3个了。好，来问赖老师，日本也不敢吭声了，然后韩国更是，日本只有24啊，但是韩国是很有争议的，因为他是看守政府，对，看守政府对于国家的重大政策是不能做决定的，对，还派一个特使团到美国去，我觉得这个韩国未来会有账可以算哦，因为如果李在明选上的话，他说不定就会去算这个账。我觉得这个有关于内线交易这个部分，美国确实应该要好好查一查。这个不能纵容，也不能轻轻放过，因为这一次的突然间的宣布，而且川普在这个股市开市前3个小时就已经要大家进去买股票，然后接着就把自己的股票就放上去了。我觉得这个嫌疑实在是太重了。对然后接着你看在开市之后，他宣布股票开始翻，我觉得应该要去查跟川普有关的金主。他们这段时间内有没有异常的行为？还有他们跟川普之间直接间接的有没有他的通联记录？对，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都不能够放过。在野党要像个样子啊，民主党你现在的声望够低的，你要好好的打一场漂亮的仗。其实我这个也是在为我们台湾的在野党加油啊，要打一场好好的仗啊，因为现在台湾碰到困难，但是呢，我们看到执政党还在胡搞瞎搞，这个真的是不应该。一方面要推大罢免，二方面要对于美国去卑躬屈膝。人家很多国家都在周旋，而我们这边却沾沾自喜说我们已经挂好号了，而且还优先排队。现在有很多国家已经考虑不去了，因为现在目前美国能公布的就是说有15个国家，可是他之前公布是75个国家，之前说已经有75个国家要到我们美国来，然后结果他宣布降税。暂停键按下之后，说只有15个国家递出单子来，
那60个国家呢，都在观察，都在观望了。搞不好有更多国家说，哎，我往后再看一看，看看你们谈的结果怎么样，看看你会怎么样做。说不定印度已经排到殿后了。啊，搞不好从原来一直挤破头往前冲，现在往后排，结果我们台湾还是一个头往前冲。在野党要好好的监督这个执政党，不要让他把台湾的利益都出卖了。以川普的这种个性，坦白说，他的朋友有几个人？第一个，第二个，有几个朋友他能够牢固，他没有几个朋友能够守得住啊。所以过去你看庞培奥不是啊，波顿，然后。还有多少他第一任的时候的团队啊？现在呢都成了敌人了。现在都成为敌人了，把他的这个战友啊，把他的保护随扈都撤掉了啊。还有就是你说卢比奥他的外交部部长好像是隐形人一样，哎，这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美国已经引起全世界的众怒，引起他的盟友的众怒，而卢比奥像隐形人一样消失了。我个人倒认为啊，现在大家很有可能会把焦点放在服务贸易这个部分。大家都跟美国人在算服务贸易这笔账。为什么服务贸易成本这么的低，而你的关税也这么的低，而商品贸易成本这么的高，关税却这么的低，这不合理。所以服务贸易应该要多加关税。好，来请教舰长。其实我对川普这个人是很好奇的，我一直很好奇他到最后会成功或失败。如果他最后成功，他会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个总统；如果他失败，他会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最邪恶的一个那个领导人。那我们就等着看他最后会成功失败。至于他会不会设内线交易哦，因为商人在乎的就是利益。你别以为他很有钱哦，哪天你去观察这些有钱人，如果你能够近身接触，你会发觉。越有钱的人呐，他越喜欢钱，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有钱人到后来哦，就会变成那个叫做六亲不认、翻脸无情。然后你会发现，有一天万一他没有钱，他很清楚，万一他没有钱，记好，有钱人一旦没有钱，他就什么都没有了，他的亲朋好友、亲人通通会离他去。你如果有机会，他不很有钱的话，你会知道。所以川普这些人哦，他们。尝到钱的这个甜头，他会拼了命的想要去赚更多的钱。美国总统没有多少钱呐，但是我今天发觉，我讲一句话，一个决策可以在股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认为他会不会捞钱？除非川普是圣人。很可惜，川普不是圣人。他也许将来会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他绝不是圣人。而且最近中国大陆写了一个这个中美的。双边经贸的一个研究报告几万字啊，它中间有说一个，就真正的两国的经贸的双边的往来，其实是3个数字，一个就是货物经贸，就像现在美国在算就是货物经贸，第二个就是服务业，服务业其实包含2块，一个像金融啦、旅游啦什么什么好多系统，还有一个是数位的，这2块其实在它那个里面说加起来有将近9000亿啊，其实这一块就将近快要1兆，还有第3个。就是跨国大企业在你这个国家的投资的获利，好比说最明显的就是特斯拉，在中国大陆有最大的一个这个生产工厂，他透过这生产他赚了多少钱？好比说苹果，这个鸿海，在这个大陆给他代工，这样卖过去，他赚了多少钱？那篇研究报告说，这3样东西通通算起来之后，其实双边是差不多的，并没有谁。失去什么，也没有谁获得什么，所以他认为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差这么多。但是如果说今天只是照美国说的这个叫做货物税的这个关税战哦，美国居于优势，美国会赢。可是只要中国跟他正式开打，我刚刚说的那2块，第一个服务业，第二个就是跨国大企业的所有在美国在中国的投资，通通会卷入这一场